俄空天军一次接受4架苏57正式装备作战部队。虽说苏57在2010年就已经首飞了，但是装备速度着实不敢恭维。在此之前，除了10架原型机以及2019年坠毁的首架量产机，俄空天军一共也就5架苏57，还都是用于编写飞行训练大纲、培养种子飞行员。作战部队1架苏57都没有。没办法，规模太小，产能太低。2022年之前，俄罗斯空天军只获得2架量产型苏57，结果2022年爆发了。3月和5月分2批交付了4架，在12月28日又交付了4架，正式装备了作战部队。问题来了，新交付的这4架苏57会部署到哪里？在乌俄战争僵持的当下，苏57的产量能上去吗？12月28日，苏霍伊集团青城加加林航空厂向俄罗斯空天军交付了4架苏57，这跟之前5架量产型苏57不一样，之前都是交给试飞部队，而这次则是交付给作战部队，也就是俄罗斯第11航空兵第23战斗集团，驻地就在阿穆尔共青城，与厂家共享一个空军基地，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部队和制造厂的距离很近，既便于实施改装培训，又便于实施军厂联合保障。交付仪式也只是走个过场。之前俄罗斯媒体就表示，在2023年列装首个苏57作战部队，现在也算是实现了这个梦想。第23团副团长之前也接受采访时说了，飞行员在利佩斯克空军基地接受培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第23团算是俄空天军的种子部队了，也是首个苏27团以及首个苏35团。分别于1985年和2014年换装，这次又担负苏57的改装工作，也算是历史的传承。等到首装部队整建制形成战斗力之后，就意味着苏57的部队试验宣告结束，后续部队改装形成战斗力，按照23团趟出来的路一步一步走下去就行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苏57交付给作战部队并不意味着苏57编队可以形成战斗力，中间还要很长时间。以当年23团改装苏27战斗机为例，在1985年接装到了首批苏27，但是到1990年才通过了军队试验，整建制形成战斗力。苏 35S 改装的时限稍微短一些，但整建制形成战斗力也花了3-4年。23团的苏57估计能在2025年到2026年左右整建制形成战斗力，只是这个作战编队能不能达到正常5代机的战斗力不好说。2019年坠毁的苏57就是证据。在苏57刚出现那会儿，欧洲国家就怀疑苏57战机的性能，首架量产机坠毁之后，质疑的声音就更大。确实，从结果来看，苏57跟美国的 F-35、F-22还是有差距的，单单是5代机主打的隐身性能都不过关。而且第一阶段的苏57用的还是 AL41 发动机，而不是最终计划的产品30发动机。后者虽然已经宣布研制成功，但处于与苏57适配的阶段，最早要到2025年之后才会出现在量产型苏57身上。如果仅仅是发动机的问题还好说，至少部队有个心理预期，什么时间节点能达到什么样的性能。但苏57的短板不仅存在动力方面，还有隐身性能、航电、信息化等方面。这也是为什么苏57一直被称为4代半。就火力军看来，苏57还存在很多问题。首先，装备规模比较小，产能也不足。比如苏 35S 也不过准备造200架，苏57则是更少了。按照俄罗斯的计划，到2028年也不过76架，这个制造规模跟美国一对比，简直没法看，很难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。而且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系统存在短板，缺乏预警指挥和控制飞机，缺乏先进的电子战以及情报收集机型。偏偏现代空战要的就是先敌发现、导弹对射，看运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而空天军在信息战这方面不行，结果就是制约了空军的作战能力，而且训练方式也比较落后。俄军好像最近才和利佩茨克成立了假想敌中队，估计到后面会使用比较先进的训练方式。这些问题苏57只是解决了一部分，整体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。不像 F-35 技术战术都熟透了，
当然，本期视频的重点还是产量，这个是俄罗斯跨不过去的坎儿。虽说俄罗斯现在的计划是到2028年装备76架，让3个航空团全面换装苏57，但是最开始的时候，俄军只是打算采购16架量产型苏57。因为5代机的研发太费钱，俄罗斯就和印度合作，让印度出钱。结果金主印度退出研制项目之后，苏57的研发改进资金就一直得不到保证，自然也不会有未来改进型。所以俄军一直没有下单，就算是买，也只是买16架尝尝鲜。这下苏57就更难受了，这16架战机很难平摊一架战机的研发费用，最终会进入没钱改进又没人买的恶性循环。后来普京亲自拍板，把苏57的采购数量提高到了76架，算是勉强拯救了苏57。不过对于俄罗斯而言，虽然苏57不能算是正统5代机，但也是俄空天军的最高水准了，在北约的压力下不买不行。毕竟俄空天军在乌俄战争的表现都不行，参战的苏27、苏30、苏34、苏35等战机都有被击落的记录，这还是空军实力、防空系统都不算特别好的乌克兰，更别说欧洲国家的 F-35了。整个欧洲地区现役的 F-35就接近200架了。之后北约把军费提升到2%之后，数量只会更多。单凭俄罗斯现役的4代战机根本不是对手，只能拿苏57上去硬顶了。不过就苏57目前的产量来看，它也顶不住。目前俄空天军苏57的机群规模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：小。制造进度也是远远落后于之前的量产计划。还记得俄军最开始的计划在2025年达到200架，只能说做梦。苏57从2018年才开始小批量低速生产，售价量产机还坠毁了，到现在只有9架。俄罗斯发现梦想与现实严重不符后，也是调整了苏57的数量。俄罗斯现在的计划是到2024年，俄空天军装备22架苏57，到2028年装备总量要达到76架。只是按照现在生产速度来看，还是没戏。唯一的方法就是升级军工厂的生产线，增加苏57战机的产量。共青城加加林航空厂交付4架苏57之后，就开始建造2023年需要交付的战机了。为了加快生产速度，该厂计划引进现代生产方式，建设新设备和购买现代设备，提高技术操作的准确性，并缩短其实施的持续时间，并且打算在总装车间建立一条生产线。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加林航空厂大概率是建成了苏57的脉动生产线。这个脉动生产线算是先进航空制造的代表性技术。传统的飞机制造流程，飞机在总装车间是不动的，然后工人围绕这架飞机安装设备，而脉动生产线则是把飞机总装中的环节细化，飞机每完成一个环节，便向下一个站位移动，也就是人不动机动，可以极大的提高飞机的产量。至于会不会影响乌俄战争，火力军的看法是不会。苏57再怎么生产，短时间内也无法影响到乌俄战场。毕竟乌军已经今非昔比，现在的乌军近乎北约化，手里面有大量美国和北约援助的防空系统。NASA-MS 还有最近援助的爱国者都能暴揍俄罗斯的战机。现在的乌俄战场，乌军防空、制空都有主动权，俄空天军根本没有办法进入乌克兰的拦截范围。直升机、战斗机一打一个准儿，像苏57这么宝贵的战机，火力军估计俄罗斯也不敢让它一直在乌俄战场飞，万一被乌军击落了，苏57的名声就彻底废了，直接回炉重造吧。而且苏57虽然在乌俄战场出现过，但是战绩很模糊。比如6月那次，4架苏57进入乌俄战场，用来打击乌军的防空系统，但是没啥具体的战绩，估计也就是出来跑一圈，刷一下存在感，顺带测试一下战术。至于之前苏57在217公里之外击落乌军的苏27和苏24，创造史上最远空空导弹实战击杀的记录，大概率是吹牛，毕竟也没证据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代表着苏57的行动可以躲过北约雷达和预警机的监控。
火力军认为苏57没这个性能。从乌军的情况来看，确实有2架战机被击落，但俄罗斯没有对此事进行宣传，跟苏57刚在乌克兰参战时截然相反。如果战绩是真的，俄罗斯早就满大街宣传，为自家苏57证明了。所以大概率是俄军的 S-300V4 地面防空系统击落的。总的来说，现在的乌俄战场一直处于焦灼状态，俄罗斯的军事资源大部分被战争吃了，能匀出来多少给苏57还是个问题。所以虽然计划是到2028年装备76架，战争要是再拖个几年，凑齐这76架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2028年俄罗斯能生产几架苏57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